手拉小手，挚爱伴你久。本节目由999感冒灵和小儿感冒药联合冠名播出。接下来呢，我们是想来回顾一下，好，你们3队的高光名场面。哇哦！我们先从大哥大嫂开始，来。3、2、1，防晒霜啊！防晒霜，你疯了吧你！哇，你真的太不了解我了，我的天哪，真的好气人。大嫂在里面说她绝对不会涂防晒。对呀，她怎么可能是反射霜？哎，你不要跟我说话。大嫂是真生气了，看得清了。你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做怎么样的人，不要去做一个浪漫的人。大哥每次做错了的话，接受采访的时候人都矮一截，然后是那种经过了搏斗，自己拿到了那个最好的成绩的，胸肌都挺出来了。肢体语言，我就是从这个时候特别喜欢大嫂的，因为你的那个真实的嫌弃脸就是太真实、太经典了，而且是那种饱含爱意的嫌弃。一般会有那种特别真实的嫌弃脸的女生，其实大概率就是在关系里很有地位和安全感的，她才会有那种嫌弃脸啊。对，那个可能可以做成表情包。疯了吧你！哎，你不要跟我说话。牵手说那个吧，牵手说那个绝对是。哦，对。手收吧，牵着手收睡吗？我看就是没有这个必要了。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你为什么当时会脱口而出这个回答呢，大哥？就是脱口而出的，我也没有想太多，就是平常大嫂想要浪漫的，你都是对，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对，有这种。他这样反应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我也无所谓，就因为其实本来我撒娇就非常少，因为我平时就是说话就是像嫌弃他那种是经常每天都会出现的，但是像这种撒娇的场面，可能就1个月都没有1次的，所以每当我这样，他就说，哎，你干嘛？他就会这种反应，就跟里面是一样子，对。所以以后平常习惯生活中，万一大嫂要跟你浪漫的话，你要及时回应。哎，他这个是确实有。他这个回来就是这些小动作，他回来确实有改变哦，是不是？比如呢，他有时候会就是突然抱我一下，然后亲我一口，就会有。终于等到今天。对呀。之前其实我是很黏他的，在家里的其实我都会主动去找他，就我俩躺沙发的时候，我都会主动去贴着他，去这样抱着他。大嫂。就是他会推开我的那个。我在家里是大嫂说，我看就没有这个。他学我太黏了。对。哦。就他连在我们训练的那个馆，他一天可以进我办公室超过10次，就是一直走过来偷我零食啊，然后要找我说几句话呀，然后就哪怕放个屁走，他都要进来溜。好甜啊！好好玩啊！这样的幸福的烦恼，没想到大哥是个金刚芭比啊！金刚芭比，又有了新的 title。好，我们接下来看博后跟展宇的名场面了啊！哦，别太紧张，全是我被打的场面。哦，是什么呢？对不起，我太弱了。接下来姐姐保护你啊，没事。我当时就想，男人做不到的事情让女人来做嘛。真帅，真帅，这表情就有被帅到，太牛了。翟宇，你的心情就是，让我们女人来保护你，是那个
感觉吗？其实我不想下水，那天真的很冷。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台面上的那个白色的，其实是结的霜。对，哦，这么冷啊，很冷，这么冷。我当时是不想下水的，其实我还是期望他能赢，然后这样就可以不下水。但确实挺难的。他即便是赢了那一轮，接下来还要再对战一轮，就是对大哥他们，我觉得是没有什么胜算的。那确实没必要。当时我就已经抱有了就要替父从征的去替父从征。如果这一轮我不尽全力的话，就要被淘汰。运动员都想赢。翟宇好像看下来，他就是这种，如果博后这边没成，他就是能挺身而出的。包括你们俩打配合，就到后面的比赛，基本上就是两个人一起的时候，翟宇把能想到的都先想完，非常非常。所以后来就发现博后就跟着翟宇屁股后面的那种，他说干嘛我干嘛，就是这种有种这种感觉了，小迷弟了那种。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是博后的那个哇，博后高光时刻，博后的高光时刻。这里真的很燃。这个场面，我觉得我好像看到了博后，如果打比赛的话，你就是这种感觉，是吧？所以就是当时我为什么会对他有所倾慕，就是他在球场上的他和在球场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是啊，他在球场上是刚才那个样子的，球场上会比较凶一点。就很，因为在球场上我永远都是那个短板和被保护的那一个人。他会告诉我没关系，我来跑，这个球我来打。哇，我真的很想看你在球场上的视频，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因为他在生活中。这样把你挎着，星星眼啊，小粉丝啊，想不到你有2副面孔啊！现在弹幕上就说出来了啊，怪不得翟宇喜欢。博后行啊！听到夸赞有点不知道该坐哪儿。坐这儿吧。坐这儿吧。不用了，坐这儿挺好。其实很甜啦，很甜，但是真的。还有更甜的，那就是娇娇跟孟菊那边随时随地都在撒糖。来吧，我们来看一下。他刚刚真的非常的愧疚，他一直一个人站在那个黑暗的里面，特别难受。你看，怕他沾到水里面，很凉。我在你身后，好感人啊，这段。有点害怕吧，反正是。你哭的原因是什么？当时？其实我有点害怕的，说实在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尝试过自己一个人就是作战，我们俩都是2个人一块儿啊，所以我那天其实我看到他们在推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点害怕。因为以前我们是比赛也好，或者上场也好，就是他也紧张，但是我能在他前面带着他往前走，但这一次他只能自己一个人对站在他们，所以我就觉得对就很愧疚。因为我觉得，如果当时我赢下那一局的话，他有可能就不会去面临这么强烈的压力在他自己身上。对，因为在这个所有细节里面有记录，才可以看到他是多么的关心你、爱你。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好男人找了一个，真的。You are the best。你最棒，你最棒！我这里心态还挺好的。I know my best。这里好像拍偶像剧。真的真的。哎呀，这个是真的很难受这一段。国艺就领证，国艺就领证。说这话说的挺啊！孟菊应该也没想到。对，我没想到，对我没想到。哎呦，每次看这，你看。我眼泪又出来了。其实你之前有做过这个决定吗？我知道他是我要嫁的人，但是我不想把这句话说出来，因为我觉得这种话应该都是男生先说的嘛，就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这种话。但那天我觉得说实在的，这场拉力赛虽然我没有上场，但是我觉得这是我最无力的一场。我懂，我不想让他用这个东西来证明他多么爱我，因为我知道他很爱我啊。对，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能够感觉到你不想给他加油，但是也没有办法让他放弃。对，所以在想说个什么吧。对，说点啥呢？我就在那想，就说这个吧，这也是我想说的，反正。当时我真的没想到他会这么说，然后我就很吃惊，
真的非常吃惊。本来手死死的抓住地的，腾了一个手吹，直接扣住，差点被拉飞。对，还是挺感动的。当时说是这个在节目里不想说，想要让男生主动说，完了节目说2次、3次，我也就领证。看黄道吉日，那我就嫁你。回去就结婚。老说不太好。还有一个孟菊可能在节目里发出来的这种男性魅力太强，他不想说，但是他控制不住，控制不住一点。孟菊，我们觉得你在里面集集都是一直在加分，对，而且每一集都在孔雀开屏，一直在散发魅力，你知道，真的。屏就关了那一刹那间，就是不让把手机带到卧室，其他一直在加分。哎，我觉得上了节目之后，这个好像也好一点了，可以带了是吗？啊，有时候自觉的就不带进，但是有时候也可以稍微带一带。好，接下来我要宣布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除了大哥大嫂以外，其余的几对预备夫妻，还有我们全网的招募的 CP， 我们会放在一起，再进行一个比赛，进行一个角逐。哇！获胜的预备夫妻将获得一份神秘大奖。鸡皮疙瘩起来了，加油啊！加油加油，你们加油！加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腾讯视频和四川卫视联合制作的预备夫妻竞技挑战真人秀《挚爱之战》，大手拉小手，挚爱伴你久。本节目由999感冒灵和小儿感冒药联合冠名播出。我是李艾。这期节目我们已经来到了终极挑战了，各位，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我跟你们说哈，你们还真的是有可以让自己翻盘的可能。而且你们不仅可能要挑战我们这一季的总冠军，你们还要挑战的是世界冠军，乒乓球国手。你们也很熟悉，经常在那个观察室里头点评你们许昕夫妻啊。哎，其实来的挺全乎的哈。除了黄豆、Julia， 还有景程跟东妮，对，他们俩是因为一个是身体原因，一个是工作原因，所以没能来。当然除了你们以外哈，我觉得要给我们节目呢加点新鲜的血液，这样你们才会觉得更刺激一点点，是吧？我们从全网招募来5对新的这个预备夫妻，5对。突然燃起了斗志。我们先来请的第一对呢，他们的名字叫做今朝 CP。哎，来了吗？来了吗？哇！曾昭浩和张晋，欢迎 ，Hello， 欢迎，好可爱呀，好漂亮，谢谢。哎呦，还帮女孩子拉凳子呢。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今朝 CP。然后我是今朝 CP 的郝韵，我是今朝 CP 的曾昭浩。我现在27岁，然后我是金融研究员，平常是做金融研究的2级方向。哇！然后我是今年24岁，我是从业舞蹈方面的啊。嗨 ，Hello， 请你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俩节目里认识的，对。谁先发出的信号？我先发出的。对。他比较主动，然后那个我也很上道。你们恋爱多长时间了？我们半年了。恋爱半年啊！哎，他们在默契上可能是吧？这个要比拼默契上，你有吗？我们现在正是默契最好的时候呢。
没有，因为其实我们之前看过这个节目嘛，就是前面，然后就是大家在这种比赛的环节竞争当中，其实会有不一样的情感会激发出来。生活中遇不到的事情。对。我们接下来下一对预备夫妻豪门锦绣 CP， 他们这 CP 名字这么好听，好洋气啊！我们的名字都是什么呀？什么 CP？ 你是反网 CP 啊？你有什么好笑我的？笑不了一点。国标舞，别笑我了，反网。来，我们掌声有请豪门锦绣 CP。欢迎欢迎。Hello。情侣装哎。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志豪。Hello， 大家好，我叫孙秀。然后我现在目前是从事自媒体和兼职模特。来到这里，当然就是想要跟大家 hang out 的啦。只是为了交朋友吗？那可不一定。哦。哎，你们怎么表白的呀？你说话。好八卦。当时没有那种很正式的那种，后面是在一次旅行，是武汉的时候，感觉欠他一个表白，然后那次是正式表白的，在。因为我其实那种就算是比较勇敢，就是一见钟情吧，算是，然后在节目里确实挺喜欢他，然后他在节目里对我其实很凶，然后说话也很直接。后来下节目之后，当时就有点讨厌他，说实话。然后当时就是跟我的那个 PD，我们两个就是去深圳玩，然后一开始就是不想告诉他我去深圳，因为我很害怕他觉得我是去找他。后来就是他主动找我啊，他说我去带你逛一逛那个我小时候上学的地方，然后后来就是吃饭，然后就是一起做了一个戒指，然后就是一样的嘛，然后好像就是自然而然在一起了。哎，你发现没有，我们的恋综 CP 的终点就是挚爱之战啊，各位。哎，接下来这对神秘感比较足啊，神秘感比较足。也是恋综吗？我们马上有请下一对预备夫妻。真的假的？这么像伯后，哇，跟你一样，你哥，哇，好像是哥哥是吗？听他说话，听他说话。大家好，大家好。我们先让博后的哥哥自我介绍一下呗。Hello， 大家好，我叫张博坤，今年26岁，来自西安。我是一名国家健将级的网球运动员，然后现在的职业是一名教师，然后也是这位朋友的亲兄弟。什么意思啊？哇，这个笑容的角度都是一模一样的。Hello， 大家好，我叫于泽，今年25岁，然后我也是一名国家健将级运动员，然后但我的专项是艺术体操。太可怕了！哎，你们难道不想知道一下这个哥哥有没有信心赢过弟弟吗？有的。其实我心里面更多的还是想的是，就很想能跟他同场这个并肩作战这个心情。哎，那就希望你们到时候别分到一起，上来就互相厮杀啊！希望是的。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下一对预备夫妻。哇，这么高 ！Hello， 大家好。好高啊！1.90米多，将近2米，我觉得。Hello， 大家好，我叫陈征，然后是一名模特，今年25岁。Hello， 大家好，我叫吴超，今年25岁，之前是一名音乐剧演员、模特，然后现在预备当一名甜品师。哦。各位，我们要准备最后一对入场了，我就不说他叫什么名字了，我们掌声有请。真的！哈喽，孪生兄弟，也是双胞胎。
我懵了，一模一样，又是对，我的名字叫陈荣，是双胞胎的弟弟，然后这是我的女朋友。我叫西慧，我们4个全是模特。哦，欢迎新人。模特家族和运动员家族，请你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就是俺们山东女人勇敢追爱。我们是一个公司的模特嘛，我就主动找他聊天，他从来都不主动找我聊天。当时我心里就想，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我在网上搜那个方法说，如果你主动找一个男生聊天7天，他如果还不主动找你的话，那他可能真的不喜欢你。然后我就主动找了他7天，他都会有回应。然后我就在第8天的时候，我就没有找他，我就想看他会不会找我。然后上午的时候他没有找我，下午的时候他也没有找我。然后结果快到晚上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他在工作的视频。我想拿捏，我当时狠拿捏。我以为我在拿捏他，我以为我就是我7天，你找我吧，我看你能找我几天，谁知道被他拿捏了。好的，被他拿捏。然后在公司见到了嘛，然后他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一会儿你拍完摩卡要不要一起走啊？他还看我穿高跟鞋，他说要不然我背你回家吧。拿捏。我们俩是在一个公司嘛，很早之前就我先认识他，但是他不认识我，在一个聚会里面，然后3国杀，他就只想杀我，没有这个，但是在场上。他就啥也不干，就是我以为就是咱俩就是稍微有那个暗送秋波一下嘛。当时那个3国杀我没玩明白，人只教我杀了，我就杀了所有人，他非得觉得我对他有意思。每个人视角不一样。当时陈荣特别喜欢西慧儿，然后就一直问我们，哎呀，怎么追西慧儿啊？怎么追西慧儿？但是感觉她很高冷，怎么办？然后我们2个就是帮她想办法，然后一直撺掇着聚会啊什么的，让他们2个慢慢熟悉嘛。然后后面随着见面多了，他们2个就感情慢慢加深，最终他们2个就在一起啦。你们在一起多久了？1年半。我们是548天啊。我们超过1年半，236， 387天。哇！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我们在一起5年多了啊，5年多了。5年多，你看多长？今年那个24年就是5年，但是也没有算那么细。你看这到了3年以后都不算那么细了，你看见没？没发现就只有我一个人形单影只吗？不能，我这旁边留了一个座位，所以呢，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把我非常紧张的老公给请出来。来，有请张学良。在哪里？人呢？上厕所了是吧？紧张的。有请张学年。欢迎，不要紧张。你以为我要上厕所？对，我以为你紧张的上厕所了呢。来吧。这个人都到齐了，我们就要好好聊一聊了。先问一下我们这挚爱之战的老朋友们哈，先说说近况吧，好不好？我们没有微信。把我拉黑了。因为我们要坐飞机过来嘛，然后昨天就是一直忙着，然后就要回家再收拾行李来。然后我一回到家，发现他的行李还没有收拾，哇，这个火就冲上了头。但是这个做饭呀，这还不是到重点。然后我们就约好了要7点钟出门。然后我快速收拾完行李以后，我就在等着他，然后一直等到我们朋友在楼下7点10分在等我们，他还没有弄好。然后就我们可能赶不上飞机，然后他竟然怪我是因为我下午没有值机。啊，于是这个你就拉黑他了？没有，然后我们就越吵越凶，越吵越凶，小张拉黑。然后有什么要解释的？啊，对，我错了。那吵架的这个算是一部分哈，有这个往更好的方向去的吗？我们就是节目结束了之后呢，就第一次双方的父母一起见面，坐在一起观看了《挚爱之战》，然后就决定今年结婚。哇！我们也是我们拍完这期以后回老家准备装修新房，然后明年就应该是在春节之后是父母双方订婚，然后领证以后再办婚礼，可能年中左右办婚礼。哇，恭喜！快！
求婚啦！然后是明仔跟理查德他们帮我们策划的，然后还有一条、姚豪还有翟宇跟博后的见证，然后我们一起对求婚，很开心。哇，幸福呀！开心。其他还有什么好消息？有，他等一下要拉回来了。那你们上次在棚里头问我们的问题，你们解决了吗？关于谁管钱这个事情，他管，一直都是他管的。我想知道理查德他们。跟我老婆比起来，我钱太少，所以没什么好聊的。他根本看不上眼我的钱，不屑一管。我们以后可能是我管吧。不是可能，肯定是他管了，因为我对这种事情一点都不关心了。一点都不关心，不 care。我们好像之前交流过，因为我也是学金融做金融的嘛，然后所以我们之前一开始交流的时候是我来管，但是后来从某一天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就钱就不在我手上了。就是因为后来怎么着是说是要用钱的时候，突然说集中到先集中到一块儿去，然后后来集中到他的银行卡里去了，然后就再也没有给。对，然后后来就是这个钱就那给你吧，因为我也相信你，我也信任你，对，然后那就你来管，然后我们要用的时候或者要去买什么时候，我们在一块讨论怎么用就行了。但我现在决定要给他，为什么？我觉得在我这儿没有用，因为他还能就是可能稍微让他赚钱。我也没什么用啊。其实，钱这个事情如果处理好了的话，两个人的感情能变得更好。你有没有发现？这也证明了你们的关系现在其实是在一个很稳定而且很互相信任的一个层面上哈。还有什么变化没有？你们有没有看见过一些不好的评论，想要解释一下的？快点，博后说一说，博后说一说。我们连续上了2周的热搜。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其实被说的时候还是会挺难过的，因为那时候是，说了很多，说他，说反正整体2周下来就是全网声讨渣男。对，我还希望广大网友放过翟宇。翟宇也有被说吗？我看到记得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所以我当时还是挺内疚的。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挺喜欢博后的。我们看节目，我也都说就觉得博后很真诚，就是人家说点东西，他什么都往外说，就是说的很真。然后因为这些事情都过去了，他就感觉像是一件过去的事情，在跟大家商讨而已。然后大家就会带入这种情绪去看一个片段。你像我们这么嫉恶如仇的独立女性，对吧？要是真的觉得博后是这样一个人的话，我们老早就根本就不会喜欢他。对，其实你从头看节目的朋友，我觉得都不会有这种误解。是的，就很多人就只看了那个片段。所以这算是一种成长吧，也算是一种体验。对，因为人生长在这个世界上也很难说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自己。对的，是吧？感谢大家帮我辩解，其实也挺好的。现在全网有人监督我，以后对翟宇不好我就完了。他那天晚上上热搜的时候，他一直要发微博，他说我要帮博后解释。我说你等，我说你现在解释没人看你，别在这。我有400个粉丝呢，解释咋的了？我说你先说人家要怎么说。谢谢大家，谢谢你的支援系。你们呢？你们也应该获得了很多声音哦，应该是对吧？我们就是觉得很受宠若惊，因为其实，在以前我们就是一直在自己的相处中嘛，也很少去关注别人，然后没有想到就是在大家的眼里，我们的爱很独特，很真诚，很不一样，让大家很向往，就是让我们觉得很受宠若惊。你们俩现在那么好，担心会有7年之痒啊，会有感情不一样的那种变化吗？担心？我不担心，因为我这个人，我很明白自己，我如果要是跟这个人一辈子在一起的话，我必须要永远热恋。永远热恋。对，因为我其实就是一个挺孩子气的人，就是我想法很简单，每天就是说我看着这个人跟这个人在一起，我就是会很开心，就是然后我会永远在他的身上能获得那种每天很开心的那种能量。
就是我每天都问他这个问题，我每天都会问，你爱不爱我？他说爱，我说那你会不会永远都爱我？然后他就说那肯定会啊，就是每天都会问这种问题。你爱不爱我？爱你。那你会不会永远都爱我？那肯定啊，那肯定啊。我受不了了，太甜了。你都不是个反应。那我在镜头前面，在镜头前面。他说在镜头前面是这样的，肯定不能太放肆。其实我每次，因为他每天都问的话，这个问题慢慢的，我就会变成就是那种很调皮的这个。啊，那你会怎么调皮？我就是就比较怪一点的声调，但是我不能在镜头里。怪的声调。我不能在镜头里。但接下来呢，因为我们这个主要是一个破冰，我们先来玩个游戏，叫做你几人来的。比如说那边开始一人，我一人来的就一个人站起来，我2个人来的，然后你2兄弟就得站起来，谁没站或谁多站了，或者谁说错了，都得玩真心话或大冒险。行，来吧。害怕。对啊，陈征，从你开始。从我开始啊。今天1个人来的，今天2个人来的，今天3个人来的，今天4个人来的。好，你看什么？他还在那边姚豪，你是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大冒险吧。你现在把一乔的手机抢回来，然后让他加回你的微信，对，敢不敢？哎耶！可能一点，哎呀，可能一点，还没等抢就被锁喉了。说点话吧，那个阿豪，放点狠话，姚豪，要不就硬抢。今天找你费力有挠，所以有挠。阿豪，快！怎样？大冒险？怎样？大冒险不带急眼的啊！不带急眼啊！哇，这确实是大冒险。嘿，等一下，哦，等一下，等一下，他不一定知道我的密码。打脸啊你！哎，不是我在哪里啊？删了你要加。断了。黑名单设置，黑名单。啊！喂！好了。那从大哥这开始吧。今天1个人来的，今天2个人来的，今天3个人来的，今天4个人来的，今天4个人来的。人说，但是他说呀，人家说，你说啥呀？边站起来边说。我还站着别人，我说快挤！应该峰哥说呀。行吧，那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啊？真心话吧，真心话哈。最不喜欢他的3个事情，最不喜欢对方的这是3个真心话。严谨。哎，你们算金融的还真会啊。他们半年也许凑不齐3个。对，半年我看你们能算出。有不止3个。前3名，前3。他一回家就这样，就是疯了一样，你知道吗？就疯了一样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外面的时候就很正经，一回家就有点脱兔的感觉，就不正经了。对，就很不正经。我听起来是完全是因为他在你面前是特别轻松，特别有安全感，所以他一回家所有伪装都拿掉了，有点甜的感觉。然后还有什么？说一个认真一点的，有的时候我们2个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件小事情，然后会产生分歧，然后会辩论很久，然后但是其实我不太喜欢辩论，他不让你，但他最后会让我，就是但前面一定要跟你辩论的时间够久，对他要让我明白那个，但是我有时候哎呀别说了，就这样，第三个，你提醒我一下，还有什么？都数不出3个来，哎呀，忘了。上厕所蹲很久。哦，这个确实，我觉得男生上厕所都好久呀。对，这个问题
我想来问一下大家，干什么？所有女生们，你们的另外一半是不是会在厕所里蹲很久，而且出门永远都要上厕所？对，我反对，我反对。我们家正好相反，他蹲的久，他也是蹲的久，而且上的多。这两兄弟绝了，两兄弟真绝了。我老公可以到什么程度？这个景点咱就去一次，但他景点未必看清楚，那个景点周围的所有厕所他都知道，他都去过。我真的服气。哎，但是你想想，你路上找厕所的时候，我帮你分析哪个卫生间的条件好啊？他还能帮我分析。我跟你说，这个厕所它更近，然后那个厕所它那个条件会好得多。我说你怎么都清楚呢？都去过了。我1个人来的，我2个人来的，我3个人来的，4个人来的，5个人来的，多了，6个人来的，多了，明仔多了，多了吗？没多。5个人来的，没多，谁说多的？我错了。大嫂想回答问题了。我要大冒险吧。啊，大冒险啊，那大冒险就是来给大哥撒个娇啊！哎，干得漂亮！想看！心情愉悦了。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来吧，大冒险就给大哥撒个娇来。太会了！你就哥哥。小张，哎呀，少不了一点，哎呀，好恶心啊！我感觉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换他吧，他比较行。什么我行？必须你来。快，大哥后背都立起来了。对，大哥已经这样了，快，等不了了，快！好了，这啥呀？不满意。哎，这什么呀？你做什么了？拍手。这是算撒娇，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哦。哎呀，小拳拳，怎么了？没有听到。他说，捶捶你小胸口吗？哎，就这样，他的脸已经红到，真的不行了，我。那个大嫂如果做不了，就得换你了哦，大哥。我也就是老在家的时候，我也会就是贴着他，就老是黏着他。说话要说话。啊，就这，也就这样。大哥这还可以。你觉得大哥这还可以？这钢铁格斗手都做这样的动作了。好吧，那就我听我老公的。好，那行吧，那就从叶乔来吧。好的。我一个人来的。我2个人来的。我3个人来的。 4个人来的，4个人来的。哎，这样干嘛？黄丽来了，黄丽来了，哎，真心话吧。这个对他很有难度。除了蒋佩以外，在座的哪个女的好看？好看。哦，这个很难，这个对他来说很难。来，得把我除出去啊！得把我除出去。我除那个，因为我怕他敷衍，你知道吧？对，其他的女生哪个最好看？都好看。我觉得要不就是我来说一个他可能会说的，不啊，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悄悄的告诉一个人，看他说的是不是那个啊？我猜。你说吧，你先说吧。我还得看一个啊，看一下，眼里从来没有过除了蒋佩以外其他的人，他都没有注意看过别的女孩子啊。还是你会圆。那我觉得，就是郭子豪的老婆。哦，Amber，也差不多小可爱。我刚刚说的就是你。
香港姐姐。哦，谢谢。哎，那你们私下有交流过吗？啊，没有，因为他会比较喜欢娇小一点的女生。哦。哎，不过他俩确实是一个就是外形感觉比较像的，可可爱爱的。行，我觉得特别棒，很真诚，是吧？来，从你开始吧。你开始。今天我一个人来的，今天我2个人来的，今天我3个人来的，今天我4个人来的，今天我5个人来的。阿豪一定还在想刚才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啊？哎呀，来吧，子豪，大冒险吧。你是不是可以背着 Amber 俯卧撑啊？他肯定可以啊，你叫他背当你棚啊。这个太轻松了，太轻松了，太轻松了，背着他后空翻吧。不懂。你给我看一下，你可以吗？什么是后空翻？他这个说话怎么这么快啊？这个怎么这么快？哎，那个表演个吻戏吧。要那种霸道總裁。點做？擺點做？定係你將我抱落個台度？哦，他們在商量戲了。跟住咧？跟住之後你就咁樣講，就他可以抱我上去，然後就跟我說，然後吻一下，這樣子。哇，還要抱到桌子上。哦，這是我們能看的嗎？哎，把東西移開，把東西移開。就坐這兒，就坐這兒。來了 ，Action！不是没有台词吗？怎么没有剧情啊？你要表白，没台词啊！不用表白，我是总裁，我要亲的就要亲，太霸气了，太好玩了。来，各位，我们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宣布一下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赛制。除了我们本季的总冠军大哥大嫂以外，我们剩下的刚好是12对 CP。我们有4轮的比赛，第1轮我们就是淘汰赛，12队变成6组，1对1进行比拼，直接淘汰6组，只剩下6组可以进入到第2轮。第2轮你们将要对战的是许昕夫妇，他们是首类，打赢许昕夫妇的话，你们可以直接进入到第4轮，也就是最后的终极比赛。如果赢不了的话，你们就将会对上大哥大嫂，输了淘汰出局，赢过大哥大嫂进到第4轮。我们最后的冠军只有一个，他的称号就是挚爱之战的最强能力 CP， 他们将获得一份神秘大奖。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说一下，明天我们第1轮的比赛比的是什么？1对1的对决，我们比的是划船拔河。又划船了，又划船，刺激。我一听到拔河就感觉很累，就是这肯定又是个耐力战。对，哇，这个真不是一般的累。拔河一样。划船拔河是什么？划船加上那个拔河，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对，我很想试试。首先想的是，就是一会儿录完了，就赶紧回去搜一下划船技巧。那这个大家都会想到说，力量型的、有臂力的，就赢，是不是？耐力、重量都有关系。那怎么来判定对手呢？我们用体重的方式，我觉得这样比较的公平。男女的体重加在一起的总和，体重越相近的，你就越可能成为对手。耶！公布一下对阵的结果吧。担心，因为我俩蛮瘦的。我脑子里一直在计算，我说我身高、我的体重加上他的身高加上他的体重，你能匹配到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个人我们能不能战胜他？别分到太强的组，给我们第1轮就淘汰了。孙秀跟李志豪对阵的是蒋佩跟黄丽。强敌。
我们给他认真对待。我会尽力，就是带着他胜利。董希慧、陈荣和张晶、曾昭浩。邓卓英跟郭自豪对阵的是吴超、陈征。一乔和姚豪对阵的是雪娇跟孟菊。哇！刘兆廷、高峰对阵的就是陈柳明、顾元熙。翟宇跟张博厚对阵的就是张博坤跟于泽。他们俩对决，完全一模一样的。130啊，129.9。哎呦，这也129.9，他们俩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哇，这个好看。兄弟之战啊！对。因为我本身真的是还是想着我俩可以这个合作一下，有没有机会？结果没想到上来第一轮我俩就battle，给他来一个难忘的挚爱之旅。有信心，加油！孩子不感冒，妈妈没烦恼。本节目由儿童专用的999小儿感冒药冠名播出。收官战一轮比拼划船法。1、2。他来打奖了。哎，落水了！你们要是拿不了冠军，我们替你们拿。这很精彩。叶晓怎么回事？怎么了？你刚刚全喷我脸上的。我送你的第一个礼物是什么？项链。又对了。我最大的缺点。拖沓、紧张、慌张、尴尬、害怕。不要！给他一个飞腿。我写的是没有缺点。1、2、3。毫无形象哦。关着灯来玩手机，然后每次我进门的时候，手机在旁边还亮着屏，然后他就这样。这很精彩。挚爱之战，收官战，加油！别着急，别着急，慢慢来。双峰3个，哎呦，给力啊！我操，好肩膀都已经磨坏了。就要全部拿完。尽量2只手，2只手。别往前走，人往前走，对。我们先来玩个游戏。害怕。对，1个人来的，2个人来的，3个人来的，4个人来的。错了，你说错了。你站起来了。今天我1个人来的。今天我2个人来的。哦，你想参与我们项目了？好的。对。懂了。我5个人来的。我1个人来，6、1。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我选择大冒险。可以骑你头上吗？哇，厉害！了解。大冒险吧。来。哇！他们好会啊！老公，你选真心话大冒险。真心话吧。你要吐槽他一个不好的一个。不好的。1个够吗？你看，就这姿态，你敢吐槽啊？这次就是大冒险。哦哟，对你的女朋友做一个她。哦。你在干啥？哎呀，好肉麻！你在干嘛？Hello， 大家好，我是挚爱之战的大嫂龚玉楠、张立鹏、翟宇、张博厚、李雪娇、李梦菊。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23年都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的职业队就今年的比赛的成绩不错，就这个。对，刚刚你这样的时候，我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呢。我也看到了耶，大嫂我也看到了。我刚才在这时候，我又好闪啊，就是我都闪了我的眼。快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就是在人生大事上，就是我们就领证了，就结婚了，对。祝贺！换个地方挖呀！我们已经换过了。大嫂来的时候，那个地都被我们刨得稀巴烂。一辈子不想再去挖沙子了，是吧？我想做了2天噩梦。我就挖了3个坑。哎，说了。就挖到了。讨厌。有一种在伤口上撒盐的感觉。挚
挚爱之战收官福利2期连更，会员提前1周解锁大结局。周2 19点更新第9期上下集，周3 19点更新第10期上下集，周4 12点会员专享第9期、第10期加更版，周5 12点会员专享挚爱之战陪练版。2月13日12点会员专享新春特辑，一起炫火锅云过年。2月14日12点会员专享情人节特辑，小情侣们爆笑发糖。19点心动6今朝 CP 直播陪看大结局，还有超多花絮和收官短视频不定时放送，一键拉满你的春节、情人节小长假。You can take time and wait forever. You can walk on, but you leave me here alone. Waiting all night for a sign to ease the pressure. Take a step back, but you'll make me lose control. 上微博参与挚爱沉浸式体验活动，一起感受挚爱时刻。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界面新闻与美好价值创造者同行。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超级剧综，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看新闻上封面，更多精彩尽在封面新闻 APP。正片没看够，每周4中午12点加更版，周5中午12点挚爱之战陪练版，会员专享更多精彩。关注腾讯视频 VIP 微信公众号，可参与抽会员哦。极光 TV 畅享大屏极致视听体验，腾讯极光盒子带你感受挚爱之战的真爱试炼。参与社区互动，为你喜爱的 CP 加油，共享弹幕挚爱时刻。